有被人骂过直男吗？到底为什么直男会变成一个骂人的词汇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直男与他们的产地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前阵子有支影片获得很多关注哦，有个男子为了要成为现代恋爱市场下的 winner， 他花了10多万元买婚友社的会员，上搭讪课学聊天，但最后还是无法脱离单身。不少人看了影片就说他约会的时候不会讲话，又不会吐空气，完全就是所谓的直男，难怪会找不到交往对象。而且这个男子可能也不是个案，像是前阵子很红的直男行为研究室里面就分享了很多奇葩的这个直男行为，像是一言不合就说教啦，刚认识就疯狂追求，失败就骂人啦等等，引发了超多人的共鸣哦，痛骂这些臭直男。直男真的错了吗？直男真的比较容易会有这种不善交际的状况吗？这些状况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年后转职潮来临哦，你也正在烦恼职涯的下一步吗？为了鼓舞各位辛苦的求职者，最近1111人力银行又推出了找工作送1万元活动。简单来说，只要你成功找到新工作，1111就送你1万元的奖金了。不管新旧会员，只要是前1000名符合资格的人都能够申请领奖。那申请资格也很简单，只要是透过1111投履历找到新工作，不论是正职啊、兼职或是工读生都能够申请。审核通过之后，就能够把1万元带回家。6年来，这个活动已经送出了超过2000人份的万元大奖。1111希望能够借此帮助大家找到理想的好的工作，发挥所长，成就更好的自己。那如果你想要趁着求职的旺季转换跑道，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了解详情，送出履历吧。要来聊聊直男行为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什么是直男。现在我们讲的直男其实是从异性恋的英文 straight 来的，原本单纯呢是指这个异性恋的生理男性，就跟异男的意思是一样。但是后来却慢慢的演变成白目啊，讲话不会顾虑对方心情，不体贴，自我感觉良好，大男人主义等等带有负面意味的词汇。像是前阵子非常流行的直男行为研究社里面就 PO 了很多社员跟直男的对话截图。比如说呢，有个被追求的女生只是跟对方说想要多认识一点点再考虑交往，没有想到呢却被对方回复说再讲下去就没人要了，你彭佳慧我有车有房条件不差等等非常冒犯的话。底下留言除了痛骂这个直男之外呢，也有很多女性分享说自己身边的直男们也常常会做出这种白目行为。等等，难道直男真的比较白目不会读空气吗？某种程度来说可能还真的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直接针对直男的研究，但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男性可能真的比较不懂得读空气。像是最近一篇发布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NAS 的这个心理学研究，就认为以平均来说，女生更能够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同理对方的想法跟感受。这个研究找了57个国家，共30多万人，做了一个所谓的眼神测试，也就是请受试者观察照片上面的眼睛，去描述那个人的感受。那理论上面来说呢，答对越多，分数越高的人，同理能力也会比较强一点。那这个实验发现，有36个国家的女性得分都明显的高于男性，而男性得分比较高的国家则有0个，对，全军覆没。另外也有其他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女性在情绪管理、情绪觉察上面能力都优于男性。因此，虽然这些研究没有区分出性倾向，但直男不体贴、太自我中心的这个标签，可能还是有几分道理。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直男会特别容易有这些问题呢？直男行为的起源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首先，在生理方面，有些研究认为男性的同理能力比较差，可能跟睾固酮影响有关。研究发现，胎儿的睾固酮浓度越高，出生后的小朋友做同理心测验的结果越差。那因为男性胎儿会比女性暴露更多的睾固酮，所以男性同理能力比较差，也有可能是先天的影响。但有很多学者认为直男行为发生的原因跟后天的社会环境更有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更容易被要求要当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但是反观男性的养育过程当中，大家就更强调男性要学会这个竞争力，像是这个好好读书，要赚很多钱，才有肩膀可以扛起一个家。那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呢，这一套可能还是蛮有效的，只要男性努力读书工作，经济稳定之后，就能够进入婚姻，五子登科，达到他们心中成功的目标。而这个时候，体贴跟同理心往往就容易在男性的教养当中被忽视，甚至有些自我中心的行为，可能还会被视为是有男子气概，被默许继续这样做。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这个状况就有了改变。
现代社会在转变，现代的女性呢，很多就有不错的工作，也不一定有结婚的压力，经济不再是择偶的首要考量，大家反而会更注重相处的感受啊、沟通的能力等等。这时呢，有部分男性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复制过去成功的人生模板，总觉得自己不管再怎么努力，都还是会被女性给拒绝。在这种焦虑之下呢，就很容易陷入受挫的情绪，进而暴躁生气。有心理咨商师就指出，过去的教育很少鼓励男性表达情绪，只告诉男儿应该要勇敢，男儿呢也有泪不轻弹。所以在缺乏情感教育的情况之下，很多男性没有办法妥善的处理这些愤怒，可能就会做出一些贬低对方或是否定对方等等的举动。而这很可能就是种种很荒谬的直男行为背后根本的原因。不过问题就来了，有人就会质疑说，就算男性比较容易出现这类的困境，但是这不是一种刻板印象吗？难道女性就没有直女行为吗？根据我们的观察，网络上面说到直女呢，大部分是指女性的行为举止比较直接、果断、不解风情，类似于少女的反义词，并没有像直男这么多的负面观感。为什么这样子？难道女生都没有问题吗？当然不是。正大传院的康庭瑜教授认为呢，男生对异性恋女生会有的愤怒跟抱怨，大多是借由台女这个标签发泄出来。这些台女行为呢，具体来说呢，就会连接到吃饭不 AA 啊、结婚不付钱、说随便又有意见等等。而且这些行为当然有部分是个人问题，但有的时候跟直男行为一样，也是社会性别期待下面的产物。因为女性从小就被教导要委婉啊，不要强烈的表达意见，所以没有主见也没关系。加上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概念影响，所以经济上呢也会多期待男性去付出，最后呢就容易造成让人不舒服的台女行为。不过康庭瑜教授强调，其实不管什么性别都会有行为失当的时候，可是因为社会的期待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所谓性别脚本，导致某些行为呢通常是男生比较常发生，有些行为则是女生比较容易发生。但重点是，这行为不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每个人都能够努力的去改变自己的习惯，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亲密关系形式。因此我们这里也整理一些专家的建议，提供给那些不想要再当直男或直女的人参考。首先在心态的部分世新口传系的这个李佩文教授认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要先跳脱追求的概念，因为如果你为了找对象一开始就不停迎合啊讨好对方，那万一被拒绝的话，随之而来的失落感跟不平衡的感觉会很强烈。所以如果能够先带着诚意认识对方，在相互理解彼此吸引之后，才会有比较对等的互动关系。那当然，这不是叫你要以退为进，因为就算你这样做了，最后可能还是会被对方拒绝。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可以尝试认知说，能不能被喜欢是没有办法勉强的，拒绝也只是一种人际关系之间很正常的交流，可以不用太强烈的负面看待。再来，专家也认为，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也应该要更加的多元。主流价值中的人生胜利组呢，就是一定要有伴侣啊，有家庭。一般人看到他们之后，也很容易就产生了求偶焦虑，反而让人际关系的经营更加的吃力。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生命课题，应该自己去定义成功，不是一定要有伴侣啊、家庭才算是成功的人生。在人际互动的部分呢，心理学家海苔熊建立了一些可以进行的练习。第一，很多直男会被人诟病是因为他们常常自顾自的说话、问问题，但都没有认真听对方在说什么，因此可以多练习以他人为中心的对话方式。这是什么意思呢？像如果有人说，我觉得某个香水很好闻啊，有些人就会打断说，是哦，我擦的这个也很香，急着想要转移焦点，展示自己的品味。但其实可以尝试用支持型回应，先听完对方的话再说，真的很香那你还有用过哪些也不错的香水吗？多用这类型的回应呢，可以让对话的焦点维持在对方身上，让对方觉得你也在意他的看法。当然，偶尔还是要有分享自己的部分，有来有往呢，双方才会都有收获。再来，如果想要拓展人际关系可以先在纸上画上10字，根据你的喜好程度还有互动的高低，在4个象限填写这个活动的内容。比如说打网球呢，参加读书会是高互动，看电影就是低互动。行为科学家有理建议多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高互动活动，可以让你更自然的展现自己，也可以更自然的跟别人建立关系，慢慢的练习自己的社交能力。那虽然我们这一整集都在讲直男行为但是其实我们意识到，虽然直男行为真的存在，可是直接把所有的异性恋男性都贴上负面标签，这种做法是不太精确的。
即使是前面说到的心理学研究，也只是平均值，一定也有善解人意的男生，或是对人际关系超苦手的女生。所以有些人就担心说，网络上面对直男的地图炮嘲笑，一方面呢会让其他无辜的人被拖下水，而另外一方面也有网络霸凌的疑虑，反而呢更加造成性别对立，激起更多的愤怒还有仇女情绪。但也有人认为直男自己做错为什么不能够讨论？像是呢有女性分享自己被直男说教啊贬低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怀疑是自己的问题，但是透过分享直男行为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反而会让他们得到安慰。那我们认为现在社会的生活形态变化的非常的快，有的时候确实容易让人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然后双方都陷入了很委屈啊、挫折的情绪。而透过社群上面的沟通呢，大家其实也是在寻找一种让彼此相处更舒服的模式。像也有一些男性分享说，看到大家对于直男行为的批评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平常做的事情是不 OK 的。所以这样子的讨论呢，也确实带来了正面的帮助。不过，如果过程当中可以减少人身攻击或是地图炮的言论，或许会让整个沟通更加的顺利，也更容易达成我们想要的目标吧。那最后也想问大家，你怎么看待直男行为的讨论呢？觉得没问题直男平均来说确实比较没有同理心啊。B 不太喜欢每个人个性都不太一样，乱开地图炮没有意义。C 觉得没差，只要知道自己不是就好了。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直男行为的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身高歧视以及家务分工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